如果你的生命被定格在18岁，那么你会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有的人可能会去尽情的享乐，而千树莲却选择前往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用尽生命余晖去点亮他人。作为奈克瑟斯的新一位势能者，千树莲篇一改基石准篇的阴暗色调，整体观感上更加的轻松亮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主题曲的更换，与基石准篇充满悲壮与决绝的英雄不同，青涩果实的旋律有种跳动的生命感，非常契合千树莲少年般的气息。虽然两个篇章似乎并没什么关联，但是主角孤门将这两位势能者完美串联到了一起。在上一集的末尾，奈克瑟斯突然出现，甚至没有出现奈克瑟斯的变身者，而在这一集连中则交代了千树莲是如何获得奈克瑟斯的力量的。开篇的他已经在游乐园中打工了，性格十分的阳光活泼，虽然只来到这里1个月，但社牛的他很快和同事尾白和店长争吵成为了好友。眼前的店长正是杰克奥特曼的皮套演员菊池英一，也正因为有了莲的加入，这个小团队有了十足的干劲。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游乐园都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而莲不仅是一位阳光开朗的少年，还是一位天才和超能力者。这和他的身世有关，因为他是由世界上多个超能力者的遗传基因重组之后人工培育的普罗米修斯之子。而普罗米修斯这个计划也会在后续剧情中逐渐揭开，但是由于莲的基因中存在致命缺陷，因此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18年。他并非没有恐惧，而是选择独自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用尽生命的余晖去帮助他人寻找幸福。好友尾白也问过他来自哪里，父母是否担心他，而莲却十分乐观地将答案指向了书中的 DNA 序列。这个看似玩笑，实则真心话的向死而生的极致反差，也构成了千树莲这个角色最动人的核心。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会被奈克瑟斯选中，成为新一任的势能者。おめえはさ、なんか将来の夢とかってねえの？夢とかそういうの、俺ないんだ。そんじゃ、希望とか望みとかは？俺の望みは、ここに来る子供たちや、親やお年寄りや、恋人同士や、みんなに幸せな時間を過ごしてもらうこと。へえ。そんで、お前は？俺は、見てるの。ずっとここにいて、幸せな人間を見ていたい。然而，此时正有一个黑衣人用特殊的仪器记录着莲的一举一动，而作为超能力者的莲早已发现了黑衣人的存在，但当他靠近之时，黑衣人早已不知所踪。与此同时，有一个怪物的传言已经在人们口中传开。マジ来てるよね、怪物バンニップ。何怪物バンニップって。嘘、知らないの？教えて。バンニップっていうのは、人間を食っちゃう怪物のことだよ。人間を食う？そう。頭からつま先まで丸ごと食っちゃうの。跡形もなく。而这个巴尼布怪物正是异生兽。しかも、怪物バンニップはいつも一つ目の鳥っていうのを連れててな。バンニップが人を食うところを見ちまった人間は、一つ目の鳥に記憶を消されてしまう。这个给人清除记忆的独眼鸟正是记忆警察，也正因为传言的传播开来，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心理，使得接下来的异生兽更加的强大。莲也注意到了电视中播报的事故发生现场，而这个地方正是莲经常梦见的场景，石之翼也在梦境中出现，但这时的他还并没有去触碰它。于是莲来到了这个地点，他也似乎感受到了此处的非同一般，在用手触碰地面之后，终于感知到了此处发生的一切。这正是千树莲的超能力之一，异生兽吃人的画面，以及夜袭队消灭异生兽的场景在莲的脑中浮现。原来所谓的传言都是真的。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记忆警察清除人们记忆的一幕。但与其他记忆警察不同的是，这位名叫瑞森的记忆警察会给每一位被清除记忆的受害者祈祷，而他也在后续剧情中成为了千树莲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此刻在远处的瑞森也恰好看到了莲，但经过查验之后，发现莲并不是清除记忆的对象，也就没当回事儿。随后就跟着长官沙耶赶往下一个地方了。在后续作品中，瑞森的演员还有在《赛罗外传》中出演萨洛梅星人。回到住处之后，莲拿起一个仪器绑在自己的手臂上，检测自己的细胞增长率，而上面的数据是-1.05，说明莲的身体细胞正在崩坏，也表明着他的生命即将终结。也就在此刻，夜袭队的警报再次响起，异生兽出现了。众队员立刻整装前往。与此同时，莲也受到了奈克瑟斯的召唤，再次进入到梦境之后，奈克瑟斯的遗迹伫立在前方的森林中，而这次莲鼓足了勇气朝着遗迹奔去，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了起来。在抵达遗迹内部后，预知者也预感到了新一任的势能者即将诞生。莲在进入石之翼后，奈克瑟斯的身影在莲的面前出现。あんたか。俺のこと呼んだの？俺のこと全部分かってて呼んだわけね。此时奈克瑟斯将目光望向了战场，夜袭队正和异生兽激战正酣，而莲也读懂了奈克瑟斯的意图。そんじゃ、
这时夜袭队即使用尽光线，也依然无法破防翼身兽古兰特拉。ダメだ。こいつの代表は恐ろしく硬いんだ。就在古兰特拉蓄力发射光线之际，一道光线袭来，打碎了能量球。千树莲变身的奈克瑟斯出现了，这一幕正是上一集结尾的画面。姫屋さん。いや、あれは姫屋じゃない。随后，奈克瑟斯直接切换为蓝色青年形态。新しいウルトラマン。ようこそ、ザ・サード。君が3番目だ。紧接着，奈克瑟斯开启梅塔领域。在奥特曼中，蓝色奥代表着的是敏捷与速度，而奈克瑟斯蓝色青年形态也同样如此，也正是千树莲年轻更有活力的体现。而本集也在此刻迎来了结束。虽然本集的战斗才刚开始，但很好的补充了千树莲新一代势能者的身份。新的篇章正式步入正轨。然而，这样一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该如何寻找活下去的意义？我们下集再见。